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吴征发言人、陈世轩议员、唐湘龙先生、张嘉玉委员、江宜珍议员、许宏庭议员。好，那么现在这个加沙走廊那边很麻烦哈，有31个国家的外交官到约旦河西岸去看了去看这个人道的局势那边人没东西吃以色列控制说不能给的话呢，这个哈马斯的这些游击队会去抢那些食物所以呢不能乱发控制从3月开始就开始控制那所以他们去看，结果呢，以色列的兵还对空鸣枪，这31个国家的外交官这个对他们鸣枪了那以色列说你偏离了核准路线，我指准你这样子，你怎么偏离呢？所以我们鸣枪警告你不要过来所以呢造成不便，深感抱歉那另外呢，欧盟现在觉得这个地方很严重所以呢预备要重审以色列的政经条约，就他们跟以色列的政治跟经济方面的各种的这个协议啦、条约啦等等那以色列说我就是要把哈马斯给消灭掉，所以呢再次击杀哈马斯的领袖，他已经杀死好几个了都很重要的领袖这个而且呢就是说呢，我一定要把这个加沙走廊拿下来不可，非拿下来不可所以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就说整个加沙我都要拿下来。那现在英国、法国、加拿大3国已经放话威胁说要制裁以色列了所以你太过头了对了，开始哈马斯去炸以色列那些人是不对，但是呢，你是报复，你就打人家10倍了不起了嘛？我杀死你，杀死我是，你现在已经搞到几万人了，而且还要把整个地方都拿下来但是呢，因为在国外大家反以色列的这个情绪很强了所以呢，这个以色列国防部长证实说，以色列有的使馆人员2个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不是以色列部长，国土安全部那说呢有2个使馆人员被打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当然我们不鼓励，也不希望看到了，但是呢也很难，因为你在那个地方，你在这个以色列那个地方，你就是在加沙你管不了以色列，在其他地方人就可能会报复，会反弹了那其实现在全世界几乎都在谴责以色列了，但是川普不讲话，美国不讲话，什么话也不讲，假装没看到好，那川普对这个2个大使馆员工被打死表示哀悼，说仇恨跟激进主义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但是呢，那没有立足那怎样呢？你川普自己都差一点上次被人家暗杀掉了，什么叫立足不立足？美国总统被杀了，候选人被枪杀不少人了那华府枪手落网还高喊解放巴勒斯坦那美国的司法部长呢也到了现场去看，我们看一下。来自欧洲的外交官受访到一半，后方竟传来枪声。众人惊觉不妙，立刻撤离。外交官跟记者在警报声中惊慌奔逃。另一个角度，有人拍下2名士兵手持步枪朝他们开火，紧张场面发生在约旦河西岸。这是主要由欧盟代表组成的20人外交使团，周3视察当地人道状况时遭以军开火射击。不过以军反控是外交车队偏离路线才会鸣枪警告。The obligation to guarantee the security of all foreign diplomats. So I think this is important. 包括法国在内的各国发声谴责，甚至召见以色列大使抗议。而与此同时，加萨的人道危机还没有解除。以色列公布影片，准备放行人道救援车辆从边境进入加萨，但不确定是否如实分发物资。אני מוכן לסיים את המלחמה בתנאים ברורים שיבטיחו את ביטחון ישראל. כל החטופים חוזרים הביתה. 以色列总理重申停火条件不变，那就是将哈马斯逐出加萨，平民则集中到加萨南部接受援助。而面对中东战火没有停歇，新任教宗再次为难民祈福。È sempre più preoccupante e dolorosa la situazione nella striscia di Gaza. 这是梁14世上任之后首次搭乘专车，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公开接见。他也在4万名的信众面前呼吁尽快结束战争。那香龙，我觉得就主持人刚刚虽然说
全世界似乎都在谴责以色列，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台湾，我们在上这节目的时候，我们没有资格这样说，因为台湾没有。台湾跟着美国跑啊。台湾有谴责以色列，台湾不要说你之前要纪念犹太大屠杀纪念日，我支持。任何的杀戮都是不许可的。可是当今天以色列终究留给这世界3个非常简单的课题，第一个就是说，当你二战是一个最大的受害者的时候，你今天成为一个加害者，你是如何面对你自己的良知的？你二战的时候，你觉得大家都应该要纪念你，大家都应该要让着你，大家都不可以呢有任何反犹太的情绪，因为在二战的时候，犹太人被屠杀600万，假定这数字是对的。但是今天，当你在加沙这个封闭的地方呢，关门放狗呢，大肆屠杀，1/2呢是老弱妇孺，加沙几乎没有一栋完整的建筑物的时候，以色列要如何向这世界解释？我作为一个平常要大家呢纪念我，要大家呢要容忍我的一个被害者，媳妇熬成婆成为加害者的时候，我如何去跟这世界解释？第二个。我们并不是谴责以色列的一方。刚刚你看到的那个团体已经呢许多的国家，包括日本啦，包括了俄罗斯啦，包括中国代表呢都在里面。但是去那个地方没啥了不起，那叫约旦河西岸。今天呢，真的约旦河西岸虽然是被以色列呢蚕食的地方，一小块一小块的吃。许多的难民营啦、屯垦区啊，就像是过去的美国呢，在处理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一样，慢慢的收缩你的生存范围，到个最小的空间，等你自生自灭。全美国现在的所有原住民，剩下100多万，没有一个生活的好的。那个地方还是个安全地带。我们今天观察的是加萨，没有一个代表团可以进得了加萨，没有一个代表团能够真正看见加萨没有一栋完整的建筑物，卫星空拍总看得到，清楚。以色列在那个地方的大肆屠杀，那个地方呢是联合国管的，联合国对以色列莫可奈何。台湾还想要加入联合国，台湾、美国。对以色列所采取的姑息，全世界除了美国之外，最姑息以色列的就是台湾了。我们今天看这种杀戮会有感觉吗？不会有感觉的。第三个是美国呢，一直希望把以色列摆进一个他在中东所推动的主要的战略，它叫做 I too, you too, I love you。U 呢就2个，一个 United States， 另外 UAE 呢就是阿联酋。I 就2个 India 跟 Israel。就这2个 I too you too， 美国希望呢把这4个呢，它最能够掌握的另外3个的核心朋友，以色列、阿联酋呢跟印度呢绑在一起。当美国战略是这样子，美国呢在过去几十年地球独霸的地位，他要袒护的人，谁敢说一个不字？台湾是美国集团里面最袒护以色列的核心成员。而今天呢，台湾要诉求国际社会对他的公益支持，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理解台湾的处境。台湾现在呢正活在呢北京呢非常的强大的压力之下，台湾凭什么讲出这样的话？你对以色列你一个字都不敢讲。台湾领导人每一年最热闹呢一件事情，但是呢最没有新闻能见度的，就是跟台湾的以色列的团体呢代表一起呢纪念犹太大屠杀。我再强调一次，我没有反犹太啊，我没有呢对于呢所谓的基督教民族主义任何的批评，我只说同样的杀戮，现在进行式的在加萨的肆无忌惮的大规模的屠杀，台湾没有声音。即使在座的现场，我们在做节目，我们是没有资格说话的。洪庭，我觉得以色列现在的状况其实完全凸显了，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就是你回过头去看，就是说这整个纳坦雅胡之前，其实跟现在台湾比，现在的台湾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他被数十万名的民众上街抗议，因为他的司法改革的这样的一个争议，所以从2023年的1月一直到2023年的10月，拼命的整个国家都在动荡，然后呢讲出反独裁啦这些，然后上街头超过50-60万人、70-80万人这样的状况非常常见，但一切都停在什么？一切都停在10月7号。当10月7号哈马斯整个偷袭了以色列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纳坦雅胡整个开始了他的什么复仇？那他的这整个的复仇到最后，你可以看到他越复仇，他民调越高啊；他越复仇，他民调越高。
纳坦雅胡现在的状况是，当整个国际的刑事法庭 ICC 已经正式宣布他的逮捕令了。你看杜特地也是反人类罪，杜特地现在已经在这个荷兰了。那纳坦雅胡还有他的国防部长，还有他的指挥官，这3个人都已经被发布逮捕令了。可是现在的以色列，纳坦雅胡还是一意孤行的去继续的延续他在加沙走廊的这个战争。最大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发现这场战争打越久，他越有力啊，我的地位越稳固啊。没错。所以如果我对外用民族主义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用强硬的方式，用鹰派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强硬外交，变成我对内是凝聚我民调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领导者，当全世界都在吹这样子的一个风的时候，你看到以色列，坦白讲，我不反对以色列，但是你看纳坦雅胡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也会觉得很难过。所以今年其实很特别哦，在上个月，以色列出现了继10月之后，2023年10月之后第一次的示威。也就是他们真的就认为，就是说，你纳坦雅胡，你不能够再借由所谓的对外战争，继续的去做你这样子的一个延续你这样子的一个司法改革跟对内统治的这样的一个半独裁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可是人数呢？人数20万，比他最高的时候大概剩1/3。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整个国家开始吹起这样的风的时候，你再回去看在美国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因为犹太博物馆其实离在整个的 DC 里面，其实它离 FBI 总部超级近，好像就2个街口而已。那理论上，它也不可能没有接到相关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情资，所以我们现在要担心的一件事情是，当整个政治上大家都开始走向极端民族主义的时候，像这样子的一个孤狼事件会越来越多，而国际上的仿效事件也会多。其实这几个月以来，已经不止，你看像以色列、韩国尹学院是没有成功了，那土耳其总统逮捕了安卡拉的市长，首都的市长。然后呢，在巴西也出现了逮捕政敌的这样的一些状况，所以当这样的一个风吹起来的时候，我们还要担心孤狼的恐怖主义可能会更兴盛。不，基本上了，就是说我其实前面讲过好几次了哈，就是说呢，这个你现在台湾看哈，俄罗斯去打乌克兰，俄罗斯比乌克兰强啊；以色列去打哈马斯，以色列比哈马斯强啊。那你台湾如果说都不表态的时候，那将来大陆打你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怎么向国际诉求？哦，所以我是觉得哈，就是说川普现在啊，他不但啊这个在国内啊去打压这个去学生的示威啦，或者学生的反犹太啊，哈佛大学啊整个的这个补助给你拿掉啊，然后呢，甚至呢这个犹太人还把那个校长都要换掉哈。那在国际上他也不讲话，哦，基本不讲话。他上次去沙特阿拉伯看那个王储，那王储也在土耳其的领事馆。传出来是他主使，把这个国际的记者都进了领事馆就没有出来，没有出总领馆了，国际都认为是这个王储啊，但是呢，川普还跟他握手啊，很好啊，买我那么多东西啊，然后卡达送他的飞机今天已经宣布了，美国国防部已经接受了，而且说交给空军了，然后呢说呢这个飞机值4亿，里面的安全设施改装要花10亿美金。川普这样接受很好啊，等着我们看他接见南非的总统的时候，也在扯这个飞机。现在再回来。好，南非总统去白宫见川普，本来要谈贸易啦。因为现在是关税啊，大家关心的问题嘛那川普突然说我们把灯关黑一点，不干嘛？要放影片就说呢这个黑人把当地的白人农夫要干掉，所以呢种族灭绝，要种族灭绝。那这个南非总统还好看起来他的这个还蛮理智，还不错了，没有当场发飙了有时候像泽伦斯基就吵起来，两个吵起来了。对不对？那个副总统 Vance 问这个泽伦斯基，你有没有感谢美国？有没有感谢美国？就吵起来了那他呢，基本上大概要搞清，但我想去心里有一个准备了。川普也是不是第一次了嘛，对不对？泽伦斯基去白宫也这么闹成一团。爱尔兰总理去了白宫，走了就被川普骂，说爱尔兰偷了我们多少钱。然后呢，日本首相通了个电话，完了也被川普骂
啊，他们都偷我的钱，一直都偷他的钱啊。那这英国这个首相跟川普通了电话以后呢，英国明明对美国是贸易逆差100多亿的，川普还说我起码加他10%的关税啊。那他最终也说呢，这个白人被种族灭绝，那这个总统就说，我这个团里都是白人啊，哦，那如果种族灭绝，那他们应该都不在了，应该都被我杀了啊。这种族灭绝不是这样的定义了，不把两个乱扯嘛啊。那他否认啊，南非总统当场否认，说呢没有哦，那说呢这个我们并没有种族灭绝，也没有这样干啊。那川普呢就替白人这个申冤，觉得说呢对白人很不公平。之前呢，那个南非是白人统治啦，啊，大家记得那时候戴克拉克总统还到台湾来嘛，那白人统治，那黑人受到很大的这个对待，很不当的对待。我到南非去，那时候我台北市议员，哦，跟着台北市长一起到南非访问。旅馆本来是不给我们住的，只有白人可以住的，那是最好的旅馆啊。那是说因为你好不好？因为你台湾，所以也让你们住了。我们算是破例去住那个旅馆。然后呢，所有黑人都住在这城市外面，一个区的，不能进城市里面。种族分区。然后呢，我去看那个那个警察那个马队好漂亮，我就问说你这个马干嘛？镇压群众运动，在马上镇压群众运动，哇，拿着棍子打，你看那个多威力啊！看什么？哦，以前白人是这样对黑人，那现在黑人拿到政权后，一定会报复嘛。你自己，他虽然说没有，你认为他没有嘛？哦，反正就是你搞我搞你，就变成这样。哦，那结果呢？这个记者因为当场开放记者就问川普了：“你这个飞机到底怎样啊？”因为今天国防部接受了嘛，美国国防部接受，所以要交给空军。那川普就发飙了，他说：“你要离开这里，你不要采访我了。我们跟南非总统见面，你谈什么飞机啊？”然后南非总统趁机也推他一下，说：“抱歉啊，我没有飞机给你这样。”哦，那川普说：“你给我飞机，我会收的，多益善，一架飞机不够，2架飞机更好啊。”那好不好？我们看看当时的这个状况。白宫又有外国元首造访，上门的是南非总统。原本气氛和乐融融，南非总统还投其所好，与川普大聊小白球。但一切就从这时变了调。可以看到南非总统惊慌失措，甚至还有点语塞，因为川普竟出其不意，当面播影片指控南非白人遭到种族灭绝。To take land. No. Do allow them to take land. Nobody can take land. 原来这段影片是南非前总统与政治家过去反对种族隔离的画面，而且白宫还把影片内容上传到官网公审。尽管南非总统宣称过去的历史口号与他个人理念政策无关，但川普依旧频频让他难堪。What would it take for you to be convinced that there's no white genocide in South Africa? Well, I can answer that for President.It's for him. No, seriously. I'd rather have him answer. Yeah, I'd rather answer. 明明是要来谈两国贸易，却反遭川普当场羞辱。但在场记者形容，南非总统情绪还算冷静，并没有正中川普下怀。You're just looking for the body language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and at times it was tense. At times they were laughing with each other. 尽管两人3小时会晤有言语交锋，但还算和平收场。至于从第一任期就多次对非洲国家出言不逊的川普，会后态度似乎也放软，说会重新考虑出席在南非举办的 G20 峰会。我看了习近平看了以后呢，大概也不会到白宫了。哦，全世界这些领袖们看到川普这个样子，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他伏击哈。来，一真。你可以看到这个南非总统呢，这样子的会面似乎是陷入了所谓的外交陷阱。本来以为要谈这个贸易，谈一些地缘政治，然后还投川普总统所好，谈了一下这个高尔夫球。没想到呢，这个影片呢，就是大大的好像打脸了这个南非总统这个情势。而且这个川普真的很懂要怎么去操作社群，要怎么去操纵国内的政治。因为这段影片马上就去上传了白宫的官方社群媒体账号，然后川普手上呢也有非常多份已经列印出来的文章，马上呢也让幕僚很有系统在网络上分享。所以
川普的支持者看到这些影片，看到这些文件，就觉得说，哇，川普做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觉得这个川普总统呢，好像就是很有责任的，负起这一切的这个全球的一些责任。而且川普这样营造的所谓的白人受迫害，然后把南非塑造成一个对白人进行有系统暴力迫害的国家。我想川普在这一点做的是非常非常成功。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川普的大庄脚就马斯克，其实也在这场的会面中就站在这个沙发的后面。那也有传出呢，这个其实南非有要让马斯克的这个企业在不违法的前提之下去进入南非做生意，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场川普总统秀。在川普总统的眼里，没有所谓的什么大国小国平等互惠，我跟你谈民主，我跟你谈自由，他所最注重的就是金钱跟选票，他所注重的就是国内的声量跟个人的舞台，所以他可以把所有这些国际政治明明是要在国际那个谈判桌上谈好的事情，他全部转化为自己国内的内政，然后把南非的这些内政的议题，本来是要谈可能土地公平正义这样子的政策，转而形塑成所有的白人都受迫害，然后所有的白人我应该要来保护他，我美国我作为川普总统，我要保护全球的白人，这样子呢，他虽然稳固了自己的支持度，但是却也激化了非常多彼此之间国家的冲突。那回到台湾来，刚刚大家上一 part 的时候都在讲说，那台湾到底要站在什么样的角色？大家都说，如果台湾始终对以色列事情不发生，对南非这样的事情不发生，对这么多事情都不发生，我们只想要跟美国交好，跟川普总统交好，那会不会最后呢？好像我们只能跟美国交好，我们跟其他所有的国家全部都交恶。现在大家甚至在说一个黑色幽默，就是当中华民国真的因为民进党而被世界都孤立，只跟美国交好的时候，中华民国就真的独立了。来，发言人吴峥。我觉得这个还是回到，就是说先从南非这个事情来讲好了。我觉得这是川普的一个典型的手法啦，因为他当然他以前出一本书叫《Art of Deal》嘛，那他的一个惯性就是说他在跟别人进入谈判的时候，要先把他觉得他的声势要先拉起来，他的筹码要先堆高。这就有点像是可能例如说我们去买二手车哈，一进去还没谈价，先开始找问题，这边有个擦伤，你这边这个引擎好像有点旧，这个雨刷是不是太换了？川普大概干的事情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基本上跟南非总统这个其实也是刻意要找一个议题先出来发挥，先营造一个你理亏于我，然后让他后续他觉得他把自己筹码垫高了。但我觉得不管他怎么样用他的个人的手段那是他的操作嘛。但问题是说，川普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政府手上现在确实是在经营全世界各地关系有很多重大的挑战。我们都记得川普在选举的时候讲说，只要他上任1天之内，俄乌就停战了，对不对？这是他讲的嘛。那到现在俄乌还没有停战。那包含他最近在处理中东的这个议题，那他包含美国现在也在跟伊朗要看能不能够谈成核协议嘛，因为包含说以色列跟加沙走廊哈马斯这边其实这是确实是一个很复杂难解的问题。那哈马斯当然用恐怖攻击来去攻击以色列，那以色列用了一个超过等比例手段的方式去报复，这是一个惨况了。那如果川普可以去在跟伊朗这边去处理谈成一个核协议的话，或许可以降低周边国家可能对于哈马斯的支持。但是问题是，目前他这个事情也还没有做到，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国际上的地缘政治啦，或者说川普在处理国内的经济体，我们看到他会画出很宏大的战场。包含国内经济，我要关税，我要减税，我要改善财政赤字，然后在世界地缘政治上，我要处理俄乌，我要处理中东，我要处理跟中国。他讲了很多很多很多，但是目前为止，大家担心的都是你会不会一次开太多战场，然后你最后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收尾，或者说事情没有办法照你计划的来执行。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可能大家都在关注，也是一个比较担忧的地方。川普现在要立一个税改法，他说又大又漂亮又是 big 又是 beautiful 那这样的话呢，他要干嘛呢？要这个减税，要增加国防边境支出光搞那个金穹就要花多少钱然后呢，要缩减社会福利，提高医疗补助跟食物券的门槛不是要提高医疗补助，要提高那个门槛要提高那所以呢，他说 the one big beautiful bill 又大又美丽他川普很喜欢这样讲好美丽啊，那什么一大堆我跟他是好朋友，我们关系好得很等等那说呢，川普说赶快给我通过，不通过你们这税就要加68%了通过呢这个就又大又美丽了。那克鲁曼这个诺贝尔经济
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他说川普政府可能面临特拉斯时刻，不是特斯拉，特拉斯谁是英国前首相，非常短的时间，记得吗？哦，然后他就宣布要减税，然后人家就问他说：“你减税，你国家的这个政策怎么样呢？”哦，没有多久，特拉斯就下台了。所以他们认为说，川普这样讲，金融市场发出警告，因为这个包括这个好几个三大信评公司都降评美国的这个财政状况哈，所以呢会造成在这个利息升高哦，然后呢美元贬值，那今天台币也是大升，道理也在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再回来。